iPhone 16，例如说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拿到了，有特别感觉吗？对我们做影像的人，这是几个升级的重点，它拍照它多了一个拍照的钮，对，那还有加上里面这个照片可以调整它的摄影风格，就是比较喜欢就是这一次的处理器跟它的散热做的比较好。三折你有觉得很惊艳吗？我其实是还好，你觉得还好？我也怕讲还好被人家骂。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赛达露。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手机。最近呢，跟手机有关的新闻就是 iPhone 16才刚刚推出来，有些人可能手上已经有了。然后我看到最近呢，有些开箱的影片已经出来了，有些人觉得好，有些人觉得不好哦。但同时呢，在跟 iPhone 16，我印象中几乎是同一天发表的，是华为的一个3折叠的手机。也引发了蛮多的话题。那我记得我原来播这个新闻的时候还说，因为它是限量，好像第一批只有100万只的样子，所以在大陆市场呢就引起抢购，网络上呢就开始出现黄牛，听说黄牛价最高炒到了40万台币左右，结果没有隔几个礼拜时间内，那个价钱啪啪啪就往下掉。那我觉得这种消费性的 3C 市场其实是还蛮有趣的，每天都在用手机，但我对于手机这个市场呢有很多的困惑，今天要找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欢迎苹果爹。谢谢主播，有点紧张。是我以为要紧张，我不是专家，对，不是专家。可是你自己在 YT 上面已经累积了很多流量，主要都是在讨论这些题目嘛？对，比较着重在3C 类，对。所以你已经应该就是有 iPhone 16在手上？有，我们现在旁边有2个 iPhone 16，你还真的在现场？对，完全是永远不是泰山呢。所以它最大的差别就是从外观上看起来就是镜头变直了，是不是？对，如果讲一般的 iPhone 16系列，就它的镜头排列变成直的。15的时候还有是斜的吗？还是斜的。对，因为我都是很早，就是我14嘛。对，还是斜的。所以我还不晓得15是不是斜的。然后另外的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来，可能侧边有多一个按钮这样子。对。侧边有多一个按钮。OK。所以你自己的频道叫苹果爹，是因为你只关注苹果相关产品？其实一开始叫做徕卡爹，一开始是拍相机的，因为我自己喜欢玩徕卡的相机嘛。然后后来因为就是觉得好像那样的内容不够多，那我自己就是其实用苹果东西大概从大学用到现在大概20多年。那等于是差不多刚开始有的时候就开始用了，大概贾博士刚回来的时候，这样子，然后出 iPad 前这样子。OK。然后我第一个苹果产品其实是 iPad mini。还不是手机，还不是 iPhone， 还不是手机，对。然后后来才开始觉得说苹果使用的界面，因为开始接触到他们的软体，觉得说软体设计的背后的操作的思维非常好用，对。然后想说那我也要买他们的电脑看看，对。然后就买第一台iMac G5，然后慢慢就一直用到现在。对，你讲到那个 iPad mini， 我记得在我以前那个时候，那个也是很厉害，非常颠覆性的，因为在早前就是用 CD player 嘛，对，然后突然之间变这么小的一个。然后戴在手上，大家都觉得很厉害，对。然后一定要用白色线的耳机，对，大家就可以知道你用的是 iPad， 对。突然之间就怀旧起来，然后演变到现在的 iPhone 16，例如说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拿到了，有特别感觉吗？特别感觉吗？必须老实说，我们身为果粉啊，就是这种新产品出来，还是会有一点兴奋感，但是在兴奋感慢慢褪去之后，就可能会觉得说，好像还好，就升级的部分就是不算太多啦，但是可能对我们做影像的人，这是几个升级的重点，它拍照它多了一个拍照的钮，对，那还有加上里面这个照片可以调整它的摄影风格，那对我们喜欢玩相机的人就觉得说，我们可以去调徕卡色调啊、富士色调啊，就想要去玩。那另外就是我们拍片的时候，如果要拍产品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要拍得慢一点，就手可能会抖的话，然后现在有一个 4K 120的一个拍摄的规格可以让我们用，比如说我们这样慢慢拍一个片花什么带过去，然后事后它就可以放慢，然后放慢看起来就会很稳定。然后这也是首次有这个规格做在他们上面这样子，所以对我们也觉得还蛮好用。所以没有达到你们原来的预期，但用起来也觉得还好，有一些新鲜感就对了。应该说我最大的我觉得比较喜欢就是这一次的处理器跟它的散热做的比较好。对，那我觉得用 iPhone， 我喜欢用 iPhone， 有时候用户长时间用起来的话，因为我们买手机都要2年、3年、4年才换。那如果这个稳定性好的话，我觉得对长期使用的体验是比较有加分这样子。当然本集呢，苹果并没有
任何的置入，没有，绝对没有。这是我们自己买的。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好奇啊，就是说你刚刚提到果粉这两个字，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对，当然我也是使用很多他们的相关产品，但我一直很好奇果粉的这种身份认定。有的时候在网络上啊，就感觉起来果粉好像会跟 Android 系统会有一种壁垒分明的感觉，然后各有其主这样子，是为什么这个品牌对你吸引力会强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可能讲到苹果的这个品牌行销学，应该是好像蛮多人都想研究到底他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对，就让这么多用户对他们的品牌的形象有这么高的忠诚度。对，那其实这也是很多品牌很好奇的。我们私底下也会有广告公司跟公关公司来问我们说，为什么做苹果的品牌可以这么简单？他们每次发表会完的时候，店里总是满满的人，那其他品牌很努力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值得去研究的地方。我自己你自己觉得嘞？你有那种感觉，就是苹果果粉跟就是壁垒分明这种感觉？壁垒分明，我觉得其实在网络上会比较有这种感觉，会齁。对，但是我们最近其实有做一个新的内容，就是我们去街访。我们在外面去访问我们现场碰到的，因为网络上有时候大家的可能情绪稍微比较激动一点，对，但你现场碰到人的时候，发现大家其实都可以去讨论，为什么他选择安卓或是选择什么系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实生活中没有那种对抗的这种感觉啦，就大家其实就是都选择自己喜欢的。你有感觉有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喜好，或是对品牌的忠诚度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选择吗？我必须说，就是近来几年的话，不管在台湾或是在美国看到现象，就其实年轻一代对苹果的产品对他们是更有吸引力的，更有吸引力。对。那跟他们品牌形象上，就是针对年轻的族群做得非常的成功。对。所以回头来讲到另外一个品牌，就我刚才提到的，前段时间跟苹果 iPhone 16几乎是同一时间推出的嘛，对，华为那个3折叠手机，你也有一点接触嘛，哈，有一点点，对，你有实际上看过实体机吗？没有实际看过，就是只有看到就是网络上在讨论啊、发表的这些部分。感觉对你来说会有特别吸引的地方吗？特别吸引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第一，就是他们是第一个3折叠的量产机。对，那其实相似的机构，先前三星有展示过他们的概念机啊，只是真的量产是华为第一个先做出来这样子。那我觉得折叠机就像三星已经做了大概第6年了嘛，那分成2个，一个是上下开，对，然后一个是左右开。那左右开，我觉得华哲这个是比较类似像左右开，可是它因为3折可以做得更大。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把2个装置变为一个装置。手机跟平板，对，就让它合起来变成比较容易去携带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样的产品多少一定是有它的市场吸引力，但是我们自己使用折叠机后的感想是觉得说，折叠机要到非常实用，我觉得它的软体其实是更重要的这样子。所以不是在那个硬体本身。我自己的感觉，对。所以你来看他们这次出来之后，大家的反应，你会觉得意外吗？例如说刚才我讲的，原来黄牛价一下炒得这么高，然后后来掉得很厉害，然后甚至好像后来我看到新闻也在说，可能是在中国市场大家就还蛮关注的。有时候在网络上虽然唇枪舌战，但实际上市场反应是如何，就发现 iPhone 16卖的也超好，这样超好的，对，是身体是诚实的。诚实的讲归讲，对。所以你实际上看到，例如说华为他们自己手机的科技的进展，你会觉得它的优势在哪里吗？或是它的隐忧在哪里吗？这边好像优势跟隐忧好像是一起发生。比如说他们的隐忧，对，就是因为被制裁、被限制，然后中美的抗衡，然后反而迫使他们有人是这样讲法，是说他们找了另外一个新的战场。比如说他们的晶片上面现在就是被锁在，他们不能买新的光刻机嘛，晶片的制程大概被卡在现在的一个阶段上面。那所以他们就想说，那怎么在其他地方开新的战场？那我们就做出一个3折叠机构，可以吸引很多市场的目光，是史上第一台真正量产出来的机器，这样子。对。但实际上真的说很让大家觉得眼睛为之一亮，倒也没有真的这么厉害，是不是这意思？因为它在技术上层面就是被卡住啦。对，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因为如果真的去讲这个我们现在使用手机的层面的话，我觉得处理器非常重要。因为未来我们这些 AI 的应用上面的话，其实你处理器效能做到怎么样，或者真的能发挥到怎样，其实跟它现在的制程的进度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华为目前其实就是被限制在那个地方。那如果光硬体上面，我觉得去做成3折机，当然是有它
厉害的地方，但实际应用上面它能不能真的比 iPhone 整个生态链系统结合起来，或是 Android 整个生态链结合起来还要的广，我觉得这个就还要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对，所以你这就提到我一直觉得很好奇的，就是说，因为确实就是地缘政治的关系，有很多技术上就是被限制住了。对，所以会不会在中国自己的消费性3C 的市场，它会完全就是走一条它逼不得已，它只能走一条自己的路。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观察市场的时候，就不能够用同样的标准去观察中国市场跟其他市场这样子，好像说两边都有自己的平行世界去看别人的东西了。那我觉得就尽量跳出来，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太有这种观念的话，可能就会误判就是别人现在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不管是从以美国为本位的角度去看，或是以中国为本位的角度去看，都可以比较理性的去看说别人现在到底进步到什么地方，那这样才可以真的去想说我自己要怎么样才不会才能维持自己的竞争力。不过老实说，我自己完全没有接触到中国品牌的这些3C， 我不晓得他们现在到底进步到什么地方。你们自己有觉得很惊艳的吗？三者你有觉得很惊艳吗？我其实是还好，你觉得还好？我也怕讲还好被打骂，对，我是觉得还好。对，因为它的道理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萤幕嘛。那应用上面有没有因为这个三者产生出什么很革命性的用法？那中国的厂牌其实我们目前接触的也稍微少一点，可是我们都有随时在关注说他们现在手机进步到什么程度。你觉得它优势在哪里？价钱吗？还是还有别的吗？就是自己市场、自己内需市场的庞大，还有他们的追赶速度非常快，在硬体规格上面的追赶速度非常快。那很多中国厂牌他们比如说旗舰机来讲，可能1年出2次。对，可能对比像三星跟苹果1年出1次，他们可能会一直说现在有新的什么镜头啊，新的感光元件，他们就先用上，就不会等1年周期，所以追赶就比较快这样子。那这个我觉得比较存在硬体的层面。那软体的层面，像我们作业系统什么的话，华为现在有要自己制成一个。对，我好像也有看到新闻，他们现在要做一个自己的叫做鸿蒙星河。对，叫做 Harmony OS Next，然后就是完全脱离Android 的系统，就是也不是 Android 系统，也不是 Android， 然后要建构一个自己的生态链，要有自己的 App Store 啊，自己的这些商店，然后找开发者过来把这些可能他们本地在应用的 App 都统统转过去。哇，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呢。对啊，是蛮大的野心，所以某方面也是因为有这样的限制，所以让他们可能说我一定要杀出一个自己的路。所以是完全独立于不管是安卓或是微软或是苹果，全部他自己完全打造一个。对，那他们说国际版本还会维持现在有一个有点类安卓的这个鸿蒙的系统。对，但是对国内的话，他们现在就会开始慢慢转成一个自己的系统。你看好这样的做法吗？好多层面来想，因为中国，因为毕竟他们土地这么大，对，人口真的很多，你说他们完全就是说我不管世界的市场，我就是光我靠我自己的内需就要建构出一个自己的生态链，然后再加上他们政治上其实也某一方面可以去帮助去推进这一点，那我觉得他们要自成一格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要对外抗衡，要走得出去的话，那同时对外有 iOS 有苹果有 Android 有 Windows， 那这些都还是以美国为出发点的这种系统。那第一，美国会不会让中国的系统出得去？对不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啊，所以我们的盟友什么大家你们都不能用，对，或者说我们美国的开发者你们都不能帮他们去开发，那可能他们可能会做出相对的这些对应的方式去抗衡。所以如果单纯从中国国内看起来的话是有机会啊，但是如果真的要讲抗衡，就是说你要出得去嘛，在外面的世界也要跟他们可以对抗的话，我觉得就要再看下去。对，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你说其他的不管是 Mac 系统或是 Android 系统还是有一些互通性嘛。对。但如果你完全跟其他世界都不互通的话，别的消费者在使用起来觉得很不顺手的话，自己也不会喜欢啊。如果说鸿蒙想要跟他们有一些串联或者互通的话，那会不会要
美国那一方面的企业要同意，就是美国政府要 OK 这个部分。那个真的就是很难讲，对地缘政治，尤其现在在这个格局之下，对。那我们刚刚在讲到，有的时候在硬体上面好像勉勉强强给大家一些亮点，实际上在软体有时候又很难突破。那回头来讲，这次 iPhone 啊，我其实不是这么一直 focus 在这些到底有什么新的技术的人啊，我就会觉得怎么看去都差不多那种感觉。然后我每次看到新闻曝光的啊，好像就是在镜头啦、拍照啦，大概就是这些。你已经很久没有用，哇，这个很厉害，哦，这个很棒，这样子。苹果虽然现在讲 AI， 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对。所以这次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也还没出来。对，所以你们自己这样子研究下来，有没有一种感觉到iPhone 已经到16了，从最早到现在，发展一路过来，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的感觉。多多少少我觉得有，然后我觉得整个手机市场好像也有走到这个地步的感觉，好像每年的惊喜感越来越少。像我开始喜欢苹果开始啦，就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iPod。对，在2021年的时候出来的，那就是非常颠覆性啊，整个颠覆市场，整个音乐市场啊，整个这个行动装置的音乐市场全部改变。然后到 iPhone 2007年，所以中间的隔的时间其实没有那么久。然后你想2007年到现在的 iPhone 已经十几年，16、17年了，所以你会觉得好像中间这个惊喜程度，中间的变化程度对比当年苹果好像隔个2年3年就有一个惊喜出来，现在就比较少一点。对，从消费者的角度，你觉得你能够想象它还能怎么惊喜吗？就是它还能够怎么突破吗？我觉得 AI 如果结合进去之后，那如果 AI 的功能应用真的改变我们使用这些行动装置的习惯的话，那我觉得它才有可能有比较大的这些变革出来。以我们现在的了解，就是苹果其实多这个按钮，我们认为它主要的目的是 AI， 就是拍照的那个就是按钮，对，拍照的按钮。那其实他们在发表会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将来会结合他们的 AI 视觉辨识，对，就是直接让它的镜头，你按了这个钮之后，它就开启它去看你这个世界。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商店，你看到一个宠物，你看到一朵花，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AI 钮去问他说这个是什么，这个餐厅的评价怎么样。那在这个的时候，它可以让你选择要连接的是 ChatGPT 或者是 Google。其他的想象，讲一个最近的新闻，就是 OpenAI 他们一直有想要做自己的硬体。那最近纽约时报传出来的新闻是OpenAI 的创办人跟前苹果的一个传奇设计师叫做 Johnny Ive， 他们正在一起合作开发一个新的硬体。对，那据说是一个全新为了 AI 所打造的装置。那所以会完全一个新的议题，然后里面搭载的这些可能是 App 的会是 AI 的什么？对，就是以 AI 为出发点这样。那其实 Sam Altman 先前有跟郭台铭也有去见面，所以就很多想象的空间，就是说他好像对这个方面一直有想要打造出一个自己的硬体出来，自己的装置。对，可是你这样就跳脱 iPhone 了，对不对？就可能还会出现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对，真的要有革命性，就是比如说像现在的手机市场，很像当年智慧型手机出来前，对不对？就是每个厂牌都每一年就是装个新的相机啊，新的什么上去，对不对？就这种感觉。然后画素啊什么的，画素再多一点，对，就实在是没有什么其他让大家觉得很特别的了。对，就除了当年 iPhone 就是一出来就把整个规则都通通改掉。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就要等一个这样的一个装置出来，才可以让大家有比较大的一个兴趣。对对，虽然这样讲，可是它价钱还是越来越贵。对，就是也通膨嘛，所以这个也真的上来，通膨关系。对所以我觉得你们自己在观察，也真的觉得是到了一个瓶颈耶。对对，其实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才刚刚讲到。最新发表的那个是Meta， 对，祖克伯他有一个发表会，然后就是给大家看他那个眼镜，没错。我没有特别注意他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命名啊？他有讲那个 Orion， 你有看那个眼镜？我有看那个眼镜。你觉得眼镜有可能是要取代手机的产品吗？我觉得那眼镜我们先讲，他的眼镜真的，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我们说不定到时候可以把链接贴在节目资源，大家回头去看一下，因为看起来真的蛮厉害的，蛮厉害的。对，然后。其实不是很好看的，因为它的框有点粗，可能在技术上的关系，有一些东西啊或者晶片还是得要放在那个框边里头。对，
但是感觉起来能够做到的事情已经越来越像我们现在手机在做的事情了。对，然后当然我们没有实际体验嘛，他在那场发表会上他就有拍一些人体验之后的反应，像黄仁勋也有，对，带来之后每个就这样子惊呆了，这样那种表情。对，其实我也蛮讶异他这么快就做出来，而且把它塞在相对而言算非常小的一个硬体的空间里面。对，说电池这些投影机所有的这些感应器全部在里面。而且你觉得技术最难的是什么地方？他们突破了些什么？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个操作的部分，他们现在说你可以配合一个手环，手环可以去感应你的手的动作，滑动的动作，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用手触控。那就我觉得这么小的装置，它要去精准的判断你的手在什么位置，去抓到那个东西，我觉得有点难，因为苹果他们自己有出一台嘛，对，就非常大的一台，对，然后外面有非常多镜头，要判断你手的位置。那其实那个苹果做的是真的非常非常棒，就它整个软硬结合真的非常的完美。那个你自己有试过？有，我们有买一台，就是回来玩，但是就真的软硬整合非常的完美，但是这么大真的没有什么人会带出去，因为它那种是里面是一个萤幕所以你其实是看不到外面的，看不到外面，跟 Meta 那个是真的眼睛，真的看出去，对，可以看得到外面。然后是一个萤幕，你其实眼睛非常容易累，我们大概20分钟、30分钟，眼睛就会非常的累。它重吗？它也重，对，然后你还要外挂一个电池。因为祖克伯一讲就说，你看你这个眼镜还不能够超过，我印象中100公克的样子，这样大家才有意愿可以长时间戴着。对，所以实际上他克服了很多困难，就技术上的困难。我觉得技术上对，还有它的软体整合，现在看起来，因为我们也只能看到别人试用的体验，看起来真的是做的还蛮好的。当然，未来这 AI 装置会是以眼镜穿戴式的装置存在呢，还是其他的方式存在，我觉得还非常难讲，但是眼镜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合适的方式。有时候不想跟外界的世界太多的一个距离感，那我觉得眼镜这个东西让你可以随时看到别人，然后同时你需要的界面又可以在这个画面里面出来，我觉得是还不错，是有可能的苹果也先前有一次消息说，苹果也要这样做，对，他们其实最终的方向是希望往这边走，但是就是等现今的技术要去克服嘛，就是电池缩到那么小的情况下，然后处理器它怎么样可以不耗电，可以维持那么比较长时间的使用。然后随时就可以带走，我觉得这个是要慢慢去克服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各大厂你看他们好像就是默默的都在下面温水煮青蛙似的在那边好像在酝酿一些什么东西，对，然后市场上都好像非常期待的感觉，这样实际上他们都在抢占先机，就是不知道谁会先怎么样。真的，因为其实 Google 很早在10几年前就有做一个类似的东西出来，它是一个 Google Glass， 对，那有点像是后来大家觉得不是很成功的产品。对，我觉得可能太早了。如果现在看起来或许就觉得还蛮厉害的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是这个东西还不错，但时机点不对，有可能。时机点不对，因为他们也准备好了嘛。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他们也有，所以我觉得可能蛮快，也不止苹果，可能看到 Google 也会有做相似的东西出来。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很多事情都可能台面下默默在做，默默在这个努力着当中，然后就看哪一天石破天惊，把它吓一大跳，就是在市场上又可以抢占先机。你现在看起来我们所知道这些品牌，哪些是你觉得比较有可能的？因为我觉得在科技产业市场一个品牌再怎么大，说一下子掉到后面去，就整个就看不见，突然就整个翻过来。对，有可能局面就完全不同了。我是自己会私心蛮期待 OpenAI 吧，因为我觉得毕竟他们现在在 AI 上面的技术掌握到算是最前面。我觉得 AI 这东西或许就是有一个难处，就是你要很顾及道德，对，所以这部分你会觉得需要观察啦，会需要观察，对。那几个大品牌，你现在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特别观察什么样的面向？我自己可能是果粉了，对苹果还是蛮有信心的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次这个 AR 的推出，让我感觉到他们应该算是近10年最有亮点的一个产品。那当然它可能有点太早于它的时代，但是我实际用过之后，我真的觉得里面它软硬整合的这些细腻度，界面这些整合起来的这种完美的程度，很有当年苹果的味道。真的。对，我记得一台不便宜，一台大概10多万，10万左右。对。你现在还有在用它吗？现在其实没有在用它。对，因为他是用它来打电动，没有，我们其实我主
要就是去体验它里面整个界面他们设计的这些 UI 设计的逻辑，然后操控起来的顺畅度怎么样。我觉得因为很难去想，就是说你其实看到的东西是一个萤幕播给你看的，但是你的手却可以非常精准的去操控它，而且它操控它是不会让画面跳来跳去，就很苹果的感觉，一切都非常的滑顺。然后一个界面浮在你前面的时候，你可以走到侧面去看它有一个那种毛玻璃的那种透感，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多的细节都是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它的生态系统的整合度很高，这样子。对，它现在就可以跟它的 Mac 做串联嘛。那再来他们的其他所有装置啊，像他们的 iPhone 什么都蛮期待他们有更多的结合这样子。对，所以苹果你还是觉得值得期待，尤其是他们也是有点像是穿戴装置。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硬体的方面要克服需要时间，就是这些代工厂什么这些成本要慢慢的降下来。可是最难的软体部分，我觉得苹果已经做到非常非常好，就他们软体已经先到位了。那我觉得硬体的部分，如果等大家开始投入这个产业之后，那自然它的生产成本就会慢慢的降。就它整个 iOS 的系统。本来就是在那边等着了。对，我觉得他已经先把软体做得非常，我自己觉得啦，就非常的到位。那其他几个大厂，除了 OpenAI， 当然还有 Google。讲一个就是最近那个 Notebook LM。对，其实当发表会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一个比如说学校的教材就输入到他的这个系统里面，然后他就会自己去学习，然后就会生成一个东西是2个人语音对话。而像语音就要非常自然，那所以你上课就变成说你在听2个人在讨论这个题材，然后是讲得非常的自然，然后你可以随时去插话，所以你刚刚讲那一段好像我听不太懂，是不是应该这样讲？所以这是 Google 自己的 AI 模型。对，然后专门针对这种学习方面的。对，我自己看到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惊艳的。它跟 OpenAI 又是不大一样的，又不太一样，他们自己 train 的一个，他们自己的，对。那你也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说不定结合到他们自己的硬体里头？我觉得 Google 现在感觉起来，就像他们团队分成非常多不同小区块，然后大家都同时在进行这分开的部分。那我觉得他们最后可能要想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全部结合在一起。对，他们现在都在分镜，还不知道要怎么合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文化好像就是这样子，就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发挥。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边发表的东西好像跟那边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你会觉得说，好像同样是用 AI， 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可是我觉得他们公司的文化就这样，那可能未来他们看怎么把它整合起来。那他们的硬体你觉得有什么特别需要观察的吗？他们的硬体我只知道他们那只手机 Google Pixel， 对 Pixel 是台湾团队设计的嘛。真的我不晓得。好像听说明年这可以讲吗？他们处理器好像要换到给台积电代工，所以也蛮期待这个部分。Meta 就是观察他那个眼镜，对，我可能会想说 Google 在这个 AI 装置上面他们会往什么方向走。OK， 对，我们看到苹果现在觉得说我们用 iPhone 结合我们的 AI， 可以用一个钮去让它做这个 AI 的视觉辨识，对，那就有点像那个电影那个云端情人就是这种感觉。对，但是可能还差很远了。就是它的概念大概是往这个方向走。对，那如果Google 现在其实他们也有结合这个东西进来，他们叫做Gemini Live，这样子。对，有结合这种视觉辨识的东西进来。所以看起来这2个厂都有在往这个方向走。那只是说进入在下一个装置，你刚刚说是眼镜啊，还是一个随身佩戴什么 AI 装置或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我目前还不太敢还不敢完全确定。对，其实三星自己硬体研发能力也非常强，他们的照相好像一直真的是很强项。对，所以他们如果是我觉得说有一家公司要做出一个自己的生态链，其实三星也是很有实力啊，因为他们也是可以请全国的力量来跟资源来做。对。不过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说，你自己有感觉现在手机整个硬体的发展好像还是到了一个天花板，一个瓶颈。你会想象在5年之后大家还使用像这样的手机吗？或者是说5年之后走在路上大家会怎么样？每个人都戴个眼镜吗？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开始他们导入这个 AI 东西的进来嘛。那我们以前比如说我们以前刚开始有电脑的时候要写 code， 对不对？要用 code 去跟电脑去做沟通。然后后来 Windows Mac 出来，他们把它做成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界面，用滑鼠就可以去操控它，那就变成一个基本技能，每个人都会。然后生产力越来越好。我觉得进入到现在智慧型手机的时代，就比如说它功能真的很强大，然后随身可以携带，可是我们手机里面可能随时有几百个 apps，对不对？然后我每次想要什么功能的时候，我们要去开那个 apps，
然后想要什么要去开，就它是很切割性的，虽然它很强大，可是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要很分散的去做。对，但是如果 AI 现在进来的话，它理论上它可以变成一个更好帮我们跟这些功能去沟通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苹果他们在发表这个 AI Siri， 理论上你是可以跟他说，比如说上礼拜我小孩收到一个 email， 我女儿的老师说他没有做功课，然后我在想说，那我要去看我女儿的，可能上礼拜2的时候，到底她在手机上干嘛？因为我们系统都可以看到嘛，就是我们家人的手机，他们花多少时间在哪里。那如果他真的都没有在做功课的话，我就知道他可能在偷偷看什么东西，对不对？然后就可以限制他的时间什么。可是我现在要做这些事情的话，我要先去找。我要过很多关，对，我要找到这个 email， 他会怎么讲？你还要账号先绑定绑定什么有的没的。对，那理论上这些东西在系统里面，如果他资料全都有的话，我就跟 AI 讲就好了。我说，我女儿上礼拜没有做完，你帮我看她是不是真的没有做。那如果真的没有做的话，帮我把她的使用 app 的时间限制在3分钟内。然后跟她讲说，她再不听话，30秒之后，她手机就会爆炸。对。然后你可能讲这句话，他的 AI 助理就直接帮你处理好。就可能手机里面几百个 app 的功能，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去用，帮你去做到，你就不用再一个一个开。我觉得这个才是我比较短期期待他们现在 AI 可以帮我们做到的地方。对，那如果就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可能大家使用的手机形态就会慢慢的变了。对不对？可能就不用再那么多 app 都是分割那么多功能出来。所以手机拿起来之后，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根 Siri。你是这意思吗？就可能还是有，可是我们可能操作应对的方式就会很不一样，就是用它的方式。手机拿起来，大家其实拿来照镜子用的，然后照镜子用，或跟他讲一讲，跟他讲一讲什么 ？OK。所以我下礼拜想去什么地方吃饭，然后帮我问我妈妈星期2的时间怎么样，然后问我爸爸怎么样，他就直接都帮你先问好。听起来好像很方便可是实际上你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自己打电话跟你妈问一下呢？就除了问吃饭之外，你也可以问他好啊。对，对不对？就是我一说，有的时候想象那个使用场景，因为你刚刚还讲到《云端情人》那部电影，我那时候看到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说，因为那是好久以前了，8年左右吧，蛮一阵子。对，所以你那时候看没有感觉，你现在再来看，你就觉得细思极恐。人跟人之间互动真的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子吗？或人跟机器互动、跟 AI 之间的互动，那个到底是一个，这又进入到比较哲学伦理的讨论那到底是一个所谓的进步吗？或是人跟人之间关系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对，我当时看的时候，其实就马上很震撼，因为我就觉得太有可能发生了。因为它是一个 AI 助理，它基本上没有任何自己的情绪需要去处理。对。那如果我们人可以碰到另外一个对象，他真的可以完全只照顾你的情绪，那会不会我们人也会很自私的觉得说，那这样我干嘛要再去迎合另外一个人？就是真正的人，对不对？我觉得蛮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对啊。可是人跟人之间互动，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我觉得还是需要，对，需要一点。你说彼此拔河也好，对，或者完全不是顺着我的意，但是我们可以沟通也好，对，那总比是的，好的，然后他就去做了，那个感觉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当你已经分辨出来它是真跟假的时候，就还蛮有趣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了。对。你刚刚一开头讲到你第一个使用是 iPod mini 这种嘛，对，你从 CD player 到 iPod mini 呢，完全就是2个东西了。对。可是以 iPhone 来说，从我第一台使用的 iPhone 到现在 iPhone， 可能颜色不一样啦，镜头1颗、2颗、3颗、4颗不一样啦，尺寸不一样啊，它基本上它还是长得差不多。实际上在上面做的事也一样，对，没错。所以我们来看看好了，看5年之后会不会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大家都拿在手上，跟我们现在拿的是完全不一样，就蛮期待的。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可能，因为现在变化太快了，对，咻一下之间的，然后就进入到下一个世界的感觉。对，最先可以期待的说不定就是眼镜了。我觉得应该蛮有可能。对。好，大家如果对于苹果爹的频道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就直接上网 Google 苹果爹就对了。那通常都是一些开箱为主啦。开箱，然后我们也会拍一些，我们会拍什么车子啊，或者车子哦，就是我们也会去玩一些电动车的东西。大家可以自己搜寻苹果爹。没有。如果苹果爹的 follower 也麻烦搜寻一下我们新闻幕后，感谢大家。好，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我们节目每个礼拜2、5更新上架，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给我们一些5星评价。那我们现在呢有粉专有 IG， 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回馈，同时也欢迎广告商务合作，联络方式我们一样都会留在节目资讯栏里。感谢大家收听，感谢苹果爹今天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